2025年的秋天，中国楼市彻底凉透了。一份冰冷的财报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无数中产的心头，万科亏了280亿。这家曾经喊出活下去的地产巨头，终于活不动了。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净亏损280.2亿元，销售额同比暴跌44.6%。数字冷冰冰，但背后是无数烂尾楼、被拖欠的工程款、断供的房贷，还有被困在售楼处的业主捧着一纸合同发呆。更可怕的是，万科的有息负债高达3629亿元，而账上现金只有656亿元。这意味着每1块钱现金背后都对应着5.6块的债。万科在报告中用了罕见的措辞，资金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债务偿还面临较大压力。这句话在房地产行业的语境里就是危险了。还记得几年前，当恒大暴雷、碧桂园失速时，人们还抱着希望说没关系，还有万科。那时的万科被视作房地产的央企模板，稳健、理性、保守。可如今，这座最后的堡垒也开始崩塌。三季度，万科的营业收入只有560.7亿元，同比下降27.3%，净利润亏损160.7亿元，同比下降高达98.61%。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数字，单季度亏损额超过上半年总和。更糟的是，万科卖一套房子几乎不赚钱。报告披露，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税后毛利率仅 2.0%。换句话说，一套房子赚2块钱，装修、营销、利息都还没算。与此同时，存货跌价准备91.9亿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累计227.3亿元。简单点讲，房子卖不出去，只能降价处理，降价卖了又得计提损失。就像一场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深铁集团是万科的金主爸爸，如今成了他的人工呼吸机。截至目前，深铁已累计向万科提供借款291.3亿元。10月30日，深铁又给了万科第11笔借款，金额22亿元，用于偿债。注意，这笔钱的用途不是开发项目，也不是拿地，而是还债。这意味着万科已经进入了借新还旧的阶段。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些借款利率仅 2.34%， 期限3年还可展期，条件堪称救命级优惠。但就算这样，依旧远远不够。过去，万科还能以旗下物业公司万物云做抵押，可自2025年6月后，公告里不再披露抵押物。业内普遍认为，能抵押的优质资产可能已经押完了。一位业内人士无奈地说，深铁不是在救万科，而是在救自己。因为如果万科倒了，深铁的项目也跟着它。为了活下去，万科正在疯狂卖资产。今年前3季度，公司完成19个项目的大宗交易，签约金额68.6亿元。有人说，这不是卖项目，而是割肉，卖的不是资产，而是尊严。这些项目曾是万科的利润奶牛，如今被打包甩卖。万科不再追求扩张，而是拼命回血。但问题是，回血速度永远赶不上失血速度。截至9月底，万科已售未结资源1321.6万平方米，合同金额1548亿元。看似庞大，但那只是账面上的钱，真正的现金流还遥遥无期。而债务却天天要还，利息分秒在即。有人试图寻找一点希望。11黄金周，万科认购金额47.7亿元，目标完成率137%。但这点反弹就像垂死病人的回光返照。全年销量暴跌44.6%，靠1个月的热度根本挽不回全年的颓势。这场楼市的寒冬不只是万科的灾难。Wind 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
77家 A 股房企中有41家亏损，总亏872亿元。整个房地产行业都在坍塌，曾经的造富机器，如今成了吞钱黑洞。人们发现，房子不再是财富，而是枷锁。买了它，不是拥有未来，而是被未来反噬。10年前，王石曾说，房地产不应只是卖房，而是创造城市生活。可如今，万科的财报就像一张病危通知书，盖上了理想已死的印章。数据显示，2023年万科净利润同比下滑46%，2024年继续暴跌57%，到2025年直接变成亏损280亿。3年时间，从利润王到亏损王，它的坠落不是偶然，而是整个行业的缩影。当泡沫破裂，所有的光环都变成了债。当一家房地产巨头需要靠股东续命，那不是企业危机，而是行业绝症。更可怕的是，这场病不止万科一个患者。深铁集团深圳的城市命脉，如今也在为万科负重前行。截至2025年10月底，深铁累计向万科输血291.3亿元，每一笔都以救急名义。可问题在于，深铁本身也不是无底洞。数据显示，深铁的债务同样惊人。截至2024年底，深铁集团总负债约4700亿元，负债率超过75%。这意味着他根本没有太多余的再救别人。但他还得救，因为一旦万科倒了，深铁旗下的城市更新、轨道开发项目全都要崩。这就像一个病人在给另一个病人输血，两个人都脸色发白，却还在互相安慰，没事，我们会好起来的。万科的崩塌不只是他自己的错，而是整个行业的命运。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愈发严苛，融资渠道收紧，3道红线压的企业喘不过气。一旦销售下滑，现金流断裂，开发商就必须降价卖房，降价又让资产贬值，资产贬值又引发更多跌价准备，这就是死亡螺旋。万科只是这场螺旋里的最新牺牲品。数据显示，中国商品房销售额从2021年的18.2万亿元降至2024年的10.5万亿元，3年蒸发7.7万亿。2025年前3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再降13.5%，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暴跌24.8%。换句话说，没人买，没人建，没人敢贷。房地产的造血系统、销售、融资、投资全部瘫痪。万科只是冰山一角，全国房企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库存爆炸，现金流枯竭。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9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高达6.9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按照当前销售速度，需要32个月才能消化完这些房子。在很多3、4线城市，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50个月。与此同时，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Wind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全国房地产企业有息负债总额已超过33万亿元，这相当于全国 GDP 的24%。中国楼市的庞大债务结构已经成了金融体系的隐形炸弹。万科危机不仅仅是企业的困局，更是地方财政的噩梦。房地产税收曾经是地方财政的第一奶牛，但现在奶牛死了，债还得还。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前3季度，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32%，连续3年下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彻底失灵，财政空洞化，债务偿还压力上升，逼得各地开始卖地卖楼卖命。有人形容现在的地方政府像一个没钱的开发商，银行也被绑上了这辆下坠的列车。截至2025年上半年，
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升至 6.4%， 创下近10年新高。建行、中行、工行等多家银行在财报中承认，部分开发贷和按揭贷款出现延迟还款。那是什么意思？房企还不起，购房者也断供了。整个房地产金融链条正在松动。人民日报还在喊稳楼市，但市场已经不信。地方出台的认房不认贷、首付20%取消限购等政策，像一场场绝望的自救。但购房者的心理早已转变，再也不买期房了。买房不如存美元，宁愿租房也不想背30年债。房价不再代表财富，而是风险。一位网友的评论刺痛人心：中国楼市不是不值钱，而是没人敢接盘。万科的崩塌不只是一个企业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的落幕。它代表的是一个信仰的终结。那个只要有房子就有未来的信仰彻底碎了。楼市不再是神话，而是一场集体幻觉。城市的灯还亮着，但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人在算房贷、算利息、算绝望。从恒大到碧桂园，从龙湖到万科，一个又一个昔日巨头正在用自己的倒下为中国经济写下一行悲伤的注脚。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只是这一次被碾在车轮下的是无数普通家庭的梦。